黄河以东，太行以西，古人唤作河东，今天它叫山西晋南。这里是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。尧舜都晋南而中国出，禹稷在晋南攻嫁而天下足。数千年的文化积淀，在表里山河间的晋南留下了数不尽的宝贵遗产。青年环球自驾山西晋南，第2站来到运城。山河形胜、物华天宝的运城，隐藏着理解华夏文明的关键密码。运城位于山西最南端，黄河在枫林渡拐了一个大弯，一路向东奔腾入海，也隔出了与河南三门峡和陕西渭南的黄金三角。从人类元祖的世纪蜀原，到圣火破晓的西侯渡，从帝王所都的尧舜禹，到忠义仁勇的关帝庙，漫漫历史长河中，运城从未缺席。提及山西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老陈醋的酸，而说起运城，则是广袤盐田赋予的咸。运城盐湖位于中条山北麓，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。盐湖是运城的灵魂，一池河东盐，半部华夏史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被称为中国死海的运城盐湖旁边，身后的高楼大厦就是运城的主城区了。走到这里，突然有一种运城是一座海滨城市的感觉啊！这个运城盐湖的含盐量达到了惊人的32%。那32%是什么概念呢？大家知道哈，我们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，它的含盐量仅仅是1点几。而海水的含盐量大概是4%左右，也就是说呢，运城盐湖的含盐量是大海的8倍，这和世界著名的死海是差不多的。所以说呢，运城盐湖里面啊，人也是可以像在中东那个死海一样，很轻松地漂浮在水面上的。南风起，盐始生。早在4600多年前，人们就在这里晒盐、制盐，运往各地。盐运之城，运城2字因此而生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，运城盐湖已经有0.5亿年的历史了。我们国家最早的用盐史就是从运城开始的。运城盐湖是我们祖先开发最早的盐湖，当年啊，皇帝大战蚩尤，就是为了争夺此处的盐矿资源。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，历朝历代呢都把它作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和经济支柱。所以呢，负责盐务的官员一般都是朝廷重臣。比如说呢，北宋的时候，包拯就曾经主持过河东盐务，长达5年之久。在清朝的时候呢，川陕总督年羹尧，他也曾经担任过巡盐御史3年时间。千年晋商因盐而起，有盐的地方就有晋商，有晋商的地方就有晋商大院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山西的晋商文化和山西大院，但却不一定听说过晋南的李家大院。虽然说名气相对小一点哈，但是呢，李家大院却和山西晋中的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一起并称为晋商3地联。李家大院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，距今已有200年历史，是清至民国时期晋南首富李子用的家宅。李家以土布起家，经几代人跑3边艰苦创业，至李子用时，商号已遍布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等15个省份，总资产数百万银元。这个呢就叫做拴马桩，它在古代的功能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停车位是一样的。那作为晋南首富的李家哈，他们家的拴马桩数量是非常多的，这边有1长排，
然后内侧呢还有2排，因为呢这个在古代啊，拴马桩的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人家的财力情况。李家大院占地1000亩，相当于10个乔家大院，现存院落11组，古宅146间。古院落群结构严谨，规模宏大，讲述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替。李家大院呢，虽然保留着传统的竖井式聚财型4合院的风格，但是呢，它同时又吸纳了南方的徽式建筑风格以及西方的哥特式建筑特点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中西合璧，南北融合。因为李家的主人李子用曾经留学过英国，并且娶了一位英国的太太，所以呢，他把很多西方的元素搬回了中国。像英国夫人曾经住过的这座院落里面啊，也是充满了浓厚的异国建筑色彩。在李家大院精美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建筑背后，也隐藏着晋南地区耕读传家、多子多福、松鹤延年等文化内涵。那么，这座巨商豪宅是如何防盗的呢？这可能是中国古代设计最精妙的一道防盗门了。整个门啊是有6道机关的，其中外面有3道锁，里面有3道锁。那第一道就是这个实际上比较普通啊，就这个位置呢会去挂一把明锁。那第2道锁在哪里呢？大家肯定都看不出来，这里非常的难找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一个小的锁眼儿，需要用一把跟曲别针那么大小的钥匙插进去，旋转之后呢，会触发这个小机关。这个小机关呢，其实就跟我们密码箱上面那个是一样的，把这个密码去旋转，转对了才会弹出第3把钥匙要插的地方，也就是这里。第3把锁拧开之后呢，这个铁片啊会弹开，里面的那个叉子会弹出来，这个门就打开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门里面的3道机关。第1道机关啊，就是这里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主人会在门里面把这个地方，看用这个铁链给它插住。第2道锁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里面是插了一个销子的，插上之后呢，那这个的位置就固定下来了，拿刀伸进来是别不开的。第3道锁呢，就是这根木棒了，上面1道木棒，下面呢这2个洞还会再插上1道木棒，这样子呢，外面的人是很难把这个门再能打开的。古人讲究财不外露，晋中的富商们挖地3尺，采用窖藏手段来存银子。而晋南首富李家是怎么保存财富的呢？从外面来看的话，这个外墙就是很普通的这种30公分厚的外墙，但实际上呢，里面却大有乾坤。看到没有？其实呢，这个墙啊，它的这一侧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墙我们从外面看它就这么窄，实际上呢，它的厚度是达到了1米多。那大家就可以想到了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墙呢，它是一种夹层墙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个里面就是李家用来存放银两的地方。真正让李家大院扬名在外的，并非精美的建筑和高明的经商之道，而是李家人历代乐善好施的一举。李家大院中有一面百善壁，以不同字体书写了365个善字，彰显李氏家族日日行善的理念。大家经常说啊，来山西看大院，乔家看名，王家看院，李家看善。虽然身为晋南的首富，但是李家在发达之后并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经常的去接济穷人，并且呢，李家接济穷人不是单纯的去施舍，而是呢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，让他们以这样子比较有尊严的方式来获取酬劳。就比如说呢，李家大院在历次的修缮中都是只用穷人来当做工人。那每逢灾年的时候呢，李家也会开设粥棚来赈济灾民。当时呢，李家对于给灾民们吃的这个粥是有要求的，要求这个筷子插进去是不能倒的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粥要熬得非常稠，来保证灾民们能够吃饱。
晋商行遍天下，靠的是诚信二字。他们把同为山西人的关羽敬为武财神，也在走南闯北间将关公忠义精神传遍四海。在关羽故乡山西运城，随处可见关公形象。千年盐湖边还有一座现存规模最大、历史最久、建制最高的关帝庙，庙内悬挂有康熙御笔亲书“一柄乾坤”、乾隆亲帝神勇、咸丰题万世人吉匾额，堪称珍宝。从结义园经端门、午门、崇宁殿到春秋楼，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布局尽显皇家气派。走过了山西那么多的古建啊，其实呢，古建筑用柱子非常常见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木头柱子，而像这种呢，通体整个都是用石头来雕刻的，一共只有2个人用过，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圣孔子的孔庙，另一个就是武圣关帝庙了。关帝庙的整体布局也是这种前朝后秦，在那里啊是有着4棵树龄超过1400年的柏树，而且正好呢4棵柏树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龙的形状，所以叫龙形柏。可以看到呢，左边那个凸起的树干部分就是龙头，然后龙身，最后翘起来那个树梢，那里就是龙尾巴，应该就是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了吧。盐池、晋商、关公，运城的宝藏不止于此，还有《西厢记》里“天下寺庙不谈情，唯有普救渡秦关”的浪漫爱情，有金庸笔下风陵渡口初相遇，一剑杨过误终身的侠骨柔情，有王之涣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的磅礴大气，还有那些让人垂涎3尺、欲罢不能的运城美味。羊肉也是每天都送来，就是每天早上送。这个都是当年的羊，小公羊，50斤左右，1两2的羊肉，每一碗都得过称。西安的人家是在这个注膜，咱这个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汤上面，跟它这不一样。泰州羊肉泡古称羊羹，精选新鲜的中条小绵羊，将羊肉和羊骨头一起放进铁锅，先是大火熬煮，之后微火慢炖，使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，肉烂汤浓，肥而不腻。汤里加入秘制调料，再泡入金黄酥脆的千层饼，慢慢品一口醇香四溢的羊汤，味蕾瞬间绽放。和羊肉泡一样，大盘鸡也是运城游子的乡愁。对运城来说，大盘鸡算是舶来品，但经运城人加工改良后，又有了新的独特风味。运城大盘鸡以麻辣味为主，香嫩的鸡腿肉，软糯的土豆，劲道的手工拉条，吃完仿佛花椒在舌尖上跳舞，必须再来一块绵甜的文喜竹饼中和一下。晋南旅程行将结束，回头望去，一路皆是精华。从土木建筑之伟到山河表里之美，晋南这片宝藏之地，历史太久，故事太多。华夏文明的厚重，不走上一遭，又如何能轻易读懂呢？毕竟，晋南的魅力从来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。它一直如繁星般散布于这片被时光偏爱的土地。